哎呦，我这次头雕又中奖了啊！还是在眼睛这儿，左边眼睛这边漆面产生了个飞边，导致看上去像割了双眼皮一样。这个透光情况下看，这个双眼皮就更加的明显了。哦，原来奥利安跟我们阿宾一样喜欢双眼皮啊！哦，那没毛了，那我知道你依然是我们心目中的十一生。好了，欢迎来到我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玩的是这款来自官方的 SS 工作室系列的 D 级别起源二阶段奥利安玩具。我的入手价是159元啊！这一批玩具我都是在官方旗舰店买的，跟毁灭币一样，它属于是一个 A level 啊，货量非常的大，后续这个100元左右也是没问题的。设计师是我们的这个江岛老先生啊，依旧先简评一下吧。这款玩具我明确的说，我是不满意的，具体表现就在这个变形过程和载具，等下展示的时候我们细说。身高大约是12.5厘米，人形表现的话，这次在比例上又出现问题了。先看柱子设定图上，二阶段奥利安的头部是到柱子的胸部靠上沿，咱们拿出 SS122啊，如果按目前 SS 柱子作为比例的话，其实是大差不差的啊，平视跟这个设定图上是一样的，头部也是到这个胸口上沿，这两个放在一起比例是没问题的。但跟同样是江岛设计的这个艾丽塔放在一起，它反而就矮了不少。看电影里面的剧照呢，二阶段奥利安比艾丽塔要高上很多，艾丽塔应该是要到二阶段奥利安的这个胸口上沿，玩具比例就不对劲了。电影结尾，奥利安变为柱子以后，看艾丽塔跟柱子的这个近景，艾丽塔是到柱子胸口下沿的 SS 这边玩具比例的话就全乱套了。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柱子太矮了，当时给它放在了 D 级。如果以这次起源奥利安身高为标准的话，艾丽塔就应该是这么缩这么小，应该就这么高。放在经典线明显是不合适，太小了。但如果以艾丽塔的身高为标准呢，二阶段奥利安应该是目前 SS 柱子这么大，就这么一个状态，是符合电影里面艾丽塔与二阶段奥利安身高比的，就大概是这么样子。二阶段应该是这么高，那这样的话柱子就应该更高了。但是日版独占的那个 L 级柱子又太大了，更不好搭配，还是需要一个 V 级别左右大小的这个起源柱子。有方案有想法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聊一聊，我这边就不过多展开了。把它呢跟起源思维主角放在一起，大约是这个感觉。它跟大黄蜂比的话，还是同样的问题，我们就不过多赘述了。看到玩具细节，头部真的是很传神，没有犯山田纲纪这样的错误。这个芥膜跟电影里面的是非常非常像，没有网红脸，也没有太矬，简直就是恰到好处。整个透光性呢也很好，只不过我这个裸眼中奖，开头也看到了有双眼皮，拍完以后我试着去刮一下，看能不能把它刮掉。不得不说这个透光状态下，这个蓝色真的很好看啊。这次的球斑脖子是连在头上的，不是跟这个躯干连在一起的。手感的话呢比较紧，可动大约如此。摆头是这样的，抬头如此，低头360是没毛病。这个关节真的挺紧的，转起来。躯干部分也不错，这边有金色条纹的贯穿涂装，不过这个边边角角有点掉漆，露出里面塑料颜色的。腹部这里没有涂装偷色，也是情理之中吧。不得不提一下的就是这次的裤头这边多了一处卡扣固定，就比122好了不少。122这边呢只有2面凸点，变形的时候不小心碰的这块就掉下来了啊，很松很松。这次呢虽然说也是凸点固定，凸点也是比较松的，但是它底下有卡扣，能给它卡上，这样人形态的话就不会到处乱晃了。颜色的话呢，我更喜欢这次的，虽然水纹严重一些，但是颜色真的112这个泛红色我还是喜欢不起来。躯干上方看过去这一块的空洞啊，的确不应该。虽然是要收纳头部，但是完全可以把这个盖板翻上去，直接再折叠一块把它盖的，完全是可以做到的。但是这块盖板翻上来的时候呢，让我想到了另一款奥迪安，造型非常的相似啊，就是那个30周年345的奥迪安，这个头部后盖板真的很有那味啊。躯干可动啊，转腰又是这么一个偏心轴的设计啊，
观感非常奇怪，它是为变形服务的。还有一个变形关节，断腰式下腰后仰啊，老传统了，这款是没有弯腰关节的，跟我们阿宾一样是只钢背兽。手臂造型如此，按照设定图的话，大臂下方这一块应该是红色外墙，小臂这里这个轮胎外露啊，并不是非常的好看。这里的还有个3毫米凸点也是的，比较显眼，用来连接附带的这么一个 3D 投影的全息塞伯坦地图，用上的话效果大约是这样子。可动平台大约如此，胳肢窝这边有遮羞防穿帮，摆臂的话是没问题的，大臂平转也是有的啊，只不过这次这边又是一个偏心的设计。曲肘是双档关节，可动还行，但是因为有造型干涉，并不能这个大臂贴小臂。螺管手的这个内向变形翻折呢，这个部位有点松啊，玩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它就缩进去了。旋转起来的话，这个手感是非常非常紧的。看到腿部，大腿根是这样的这个长杆球关啊，并不是很美观。前踢、后踢、侧踢分别如此，跟112一样吧。大小腿人接触这边有一个平转，屈膝幅度呢大约是90度。这次的小腿质感真的要着重表扬，这个塑料原色简直是太美丽了，跟上了漆面一样，里面掺了金粉啊，很闪亮，很有车漆的这种效果，这种感觉。小腿正面呢，这个枪腿色银色交替涂装它也没少，这次在小腿这一块，包括什么涂装啊、塑料材质等等，都完胜112，到底是谁升级成谁呀？小腿背后是这样的，这个红色粗轮子放这儿着实有点难看，不如像112这样用透明蓝色的轮子。脚掌连接这边用红色塑料也有点出戏，脚掌形状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啊，这里这一块三角形开的有点太大了，有点像高跟鞋，你搞成柱子这样其实就可以了，这个开的角度的确是有点大了。接地的话依旧是90度，接地幅度挺大的。从侧面看上去的话，这个前脚掌的确是有点长了，而且脚和小腿前方这边空缺一块，其实是给变形留的一个关节，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向前的接地吧。大脚掌呢其实也有好处，配合这个向前的这个接地，可以做 MT 的经典前倾姿势。虽然说没有离谱的45度，但是这样也不会倒，也挺厉害的。配件除了这个全息投影以外，还有一个大的采矿机啊，滚轮非常流畅，这边还是一个双层滚轮的造型。想跟电影里面一样啊，双持你就得双入，单手拿上的话效果就是如此。调整一下呢，也可以双手握持啊，这边给它对上，只不过这个手这个造型的确是有点难绷啊，可以稍微调整一下，让它更自然一点。这样也挺帅的。还能通过这个凸起凹槽固定在背后，两个方向都是可以安插的。同系列的配件呢也都能用，艾丽塔和大黄蜂的枪都是可以握持的，就这个3毫米装可能对造型上有点影响。这部分门钥匙同样也是可以握持的，效果是这样，大小还挺合适的啊。四位马上4位主角都能用的这个飞行背包呢啊，它安上也是无压力的。OK， 下面就来看它的变形吧。因为我认为这次的毛病主要出在变形上，所以这次变形就不做纯享了啊，做一个讲解的版本。先把头收进去，然后这里头进去以后就不是困在里面了，很容易翻出来的，抠这里一个小凹槽就行，一下就翻出来了。给它抠进去之后下拉解锁双臂，打开腹部，车前保险杠下翻，这里呢是有一处小联动的，咱们先把这个车顶盖给它盖上，再来看这一处。因为保险杠下翻呢，导致这边这个凸点它的运动轨迹是一个1/4圆，这个凸点换位置以后，把这块下胸部也给它带下来了，导致车窗就从小车窗变成大车窗了，也挺有意思的。这个部位还是很巧妙的，可以看到胸部内侧其实是有这个变形齿轮的刻画的，只不过这个车窗太黑，你不用强光透是看不见的。然后把胯部转一个180度。腿部呢就先放在这边不动了，下面处理手臂我觉得是重灾区的地方，处理的最不好的地方，变形设计太过于理想化，导致实际操作上来是有点反人类的。先把烟囱转一下这次这个烟囱非常非常松转一下就出来了，这东西转着转着还带点弹性非常非常容易丢，变形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
把底下这一块软胶的拱桥型零件翻出来啊，它就是万恶之源。把根部胳肢窝翻出来，平转大臂，曲肘，再收手掌，大约就是这么一个状态。另一边是同样的操作，把它曲个肘，手臂往下，这一处真的是要慢慢磨了。这个软胶管真的很地狱，要你把这个硬塑料这边一个凹槽扣进这个软管的凸起上面。就是我扣的时候很简单啊，第一次扣真的非常非常难。另一只手臂呢也是同理，这块空间真的是太小了，要把这两个手臂斜着给它收纳塞进去。你看对不准就是这样的情况，你怎么压你就调整的非常难受。变形途中呢，因为前面空间太小，很多地方都会互相打架，这个拳头这一块也松啊，咱们把这边继续给它扣上去。如果你找不准角度的话，它就是很难扣。硬塑料和软胶总是会打架。哎，现在这个扣上去了，扣上去以后呢，这个杆子也是歪着的。如果你像我一样在移动手臂的时候，推进去的时候，按压的时候，不小心把翻出来的胳肢窝零件给它缩回去了，那这下就更难处理了。这个状态下，车的这个头是歪着的，肩膀会有一个往外拐的这种一个趋向。现在呢，你还不好调整这个胳肢窝，扣不动啊，还没有空间给你扣，各种地方都在阻止你的手去扣它。你还要把它拿下来，再给它调整好，翻出来调整好，只给它小心翼翼的扣回去。途中你还不能推到这里，给它扣一下。你看，又出现这种情况，这个软管真的很难受。找一下角度啊，OK， 也是给它成功扣上去了。途中你如果不小心碰到这个烟囱啊，碰一下它就掉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啊。或许是我这个技艺不精，但我认为8加线出现这样的设计是不合格的。然后呢，把腰部下翻回来，这边因为这块零件是软胶，你看它就过不去，没事，直接突破，直接顶进去。OK， 给它这边再扣上就好了。把大腿内侧头胶凹槽对准这个胯部的凸起，两边都对准，我脚合并，往下翻一下，把这个也翻下来，脚掌给它再调整一下。OK， 这样就变形完成了。载具模式，变形过程有亮点，像这个车窗的小联动就不错。但是我第一次变给我印象最深的还得是这根软管，真的很折磨，变得并不顺畅。整体设计呢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啊，手部收纳可能有人会觉得很巧很妙，但肯定会发生干涉、要用力硬塞等情况的啊，有点就是太过理想化了。你说他手没收纳吧，他有收纳，而且收纳的位置呢正好也是在车头填补的这一块的空洞，但的确的现实把玩起来并不是很好。有人觉得112的手臂没收纳不如这个，但我认为啊，我干脆不要收纳了，我就要这样的，我不想体验这个难受的变形过程了。再一个，就算是收纳完，这边也是能看到拳头的，侧面还是有空洞，拳头就竖在这儿。变形完成之后呢，这根软管弯在这儿啊，这个塑料扣着它手这边，然后胯部刚刚也暴力突破，还顶着它，几个方向都在对它受力，变来变去，它肯定会磨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开。把玩时间长了，首先出问题的肯定就是这个软胶，而这个软胶又恰巧是整个变形步骤里面最重要的部位，这点我是不认同老资历这次的设计的。车侧空洞呢也是非常的明显，112这边至少给它填上了，奥利安这里就感觉很空，这些形状轮廓就像少了一些什么盖板。前车轮你用肉眼去调节肯定不可能保证它完全向前的，对比它们俩的滚动性啊，我用同样的力啊，同一起跑线，同时推它们俩，112滚的呢就是比它要远啊，多做几组。哎，无论是多大的力，它的滚动性就是不如112。车头正面造型如此，侧面是这样的，顶面、车屁股、脚掌是有刻意做出这么一个上翻的收纳，但是真正的车尾灯细节刻画并不能完全面向后方，武器收纳直接这样是安不上去的啊，因为这边有个干涉，这里脚掌翻下来以后，跟这边它是会打架的，对吧？脚掌翻下来，然后呢再把武器给它这样扣上去，脚掌这个翻折关节存在的意义它又减一了。全息投影可以按在这边，
这样看上去的话就不像一辆拖车头了，像一个什么施工车辆。后面看的话呢，有点像的是挖掘机啊，但这个体型太小了，是吧？载具还有变形过程，我是不满意的啊，有些失望。OK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这款玩具我是不会推荐给新手的，我的观点就是变形过程不适合新手啊。它和这个112同时摆在桌面上，我肯定把玩的话优先选112，它是没有让我变下去的欲望，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玩具，而且比例也不是很对，凑角色放在一起的话也会违和。总之就是比较失望。好了，本频道无软广无玩具双单，真实版玩分享，也请各位老爷来个3连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，Goodbye。